刚被放出猪舍的野猪就开始了彼此间的争斗，这关乎雄性野猪之间地位的争夺。当然，纯种的和二代杂交的也不例外，他们也要掰掰腕子，看看谁的力量更强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嫂正在奋捡从山林中摘取回来的柿子，别看绝大部分都是青色的，但是只要放入山泉水中浸泡上3天3夜的时间，神奇的水分子会将隐藏在其中的苦涩尽数的去除。转眼3天的时间已过，熊嫂取出了几个，为了确定口感，她要自己先行的品尝，这也是对于自己商品质量负责的表现。单从这一点来看，熊嫂就已完美的继承了熊哥。轻轻的削割掉外皮，里面的果肉软糯鲜甜，口感清脆，并且富含营养。熊嫂尝了一个，所有的柿子都已达到了可以出售的标准，它们会受到当地村民的喜爱。当然，之前一同采摘的木鳖果也已自然的放熟，先将所有的柿子全部的打包好。这几乎相同大小和形状的果实，全都是熊嫂从山林中有着近100年树龄的柿子树上采摘的。几十斤的重量将会让自己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。木鳖果也是同样，全部的放入麻袋之中。明天的一早，自己会赶上最早的早市，将其全部的卖掉。转眼时间已来到了第2日的清晨，还是那个繁华的城镇街道，这里被用于出售的农牧产品几乎全都是无公害的。熊嫂将摊位设置在了肉摊的旁边，只是10多分钟的时间，所有的野生柿子和木鳖果就已销售完毕。毕竟山中的野货从不缺少市场，拿着新卖得的收入，熊嫂走进了一家杂货店，琳琅满目的商品品种很全，然而她却是不舍得给自己购买上一件。她要给自己的老公打造出一个舒适的环境，毕竟新盖好没多久的农庄，砖房只是简单的涂抹了一些大白。没错，熊嫂想要进行重新的装饰，这种具有极高粘性的壁纸是最好的选择，相信很多老铁可能都买过，它不需要墙壁有任何的处理，就可牢固的粘连。熊嫂选择了这种最为朴素的颜色。再次的回到农庄，刚刚下过雨的山路太过于泥泞，熊嫂是步行回来的。这段时间自己独自一人居住在这山林之中，所以她很清楚熊哥的辛苦。将背部的隔离纸撕下，虽然这是自己第一次贴，但是熊嫂也是尽可能的想要将其做到整体的平整。有了这种壁纸的隔离，坚硬的墙壁就不会再那么的冰凉刺骨，并且看上去不但美观，并且也会干净许多。2个多小时的持续张贴，遇到拐角的地方还要进行精细的裁剪。现在整个床榻的周边都已全部贴齐，如果以后还有机会，自己会再次去到城镇上购买一些。看着新贴的壁纸，熊嫂很是满意。等到熊哥回来以后，就能尽量的生活的舒适一些了。随着第3日清晨的来临，农庄中被放养着的野猪们正在等待着食物，将猪食进行重新的稀释。这几十头的野猪每天都要好好的进行照顾。这是之前被一窝生下来的10只幼崽，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细心照料，小家伙们都已几乎快长至成年了。它们将会是整个农庄的未来。等到将所有的野猪群喂食完毕，熊嫂也该让所有的小家伙出来透透风了。卸下铁丝固定的木棍，已几乎快要成年的它们终于可以彻底的撒欢。然而本能的驱使却还是会让它们小心翼翼。杂交2代的这只纯白色的斑点小花猪，它比这些小家伙要早出生一些，只可惜特意的过来迎接，却是差点的爆发了战争。纯正的野猪幼崽对它很是好奇，只是简单的闻了一下味道就遭到了它的攻击。不过好在并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。然而另外一边的几只雄性野猪却是逐渐的暴躁了起来，已经几乎要成年的它们已经开始拥有了领地的意识，只是因为眼前的一个小土坑就爆发了彼此之间的切磋。它们貌似谁都不服谁，当然这也是谁能够拥有交配权的地位争夺。谁的身体强壮，谁的力气更大，谁就可以拥有小母猪的第一子。然而雌性的野猪之间偶尔也会发生争斗，那么你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？已经分出了胜负的雄性如愿以偿的得到了基因传承的机会，虽然还是在大口的喘着气，但是它却不会从母猪的身上离开。小家伙们的玩耍还在继续，熊嫂却又该为他们准备上一些饭后的甜点了。这些在雨后生长极为迅速的拉秧草，虽然它们属于入侵的物种，但是却也可以为猪群提供出身体所必需的养分。野猪的照顾已经差不多了，熊嫂还要继续的喂食鱼塘中的鱼苗。肥沃的土壤和连续的降雨已经让栽种的木薯生长到了超过2米的高度，这也将意味着今年农庄的丰收。当然，也并不是任其自由的生长就可提高收成，那些多余长出来的枝叶还需要清除，它们会吸收掉很多土壤中的养分，那样将极不利于果实的生长。所以不论是熊哥还是熊嫂都需要定期的进行整理。而这些被砍掉的枝叶则刚好可以成为鱼群的食物，全部的丢入到水面。几千条被自生而出的鱼苗会在一夜之间将它们尽数的消灭。在熊嫂这段时间的精心喂养下，所有的鱼苗也都长大了不少。随着夕阳西下，熊嫂也是再次的结束了一整天的辛苦生活。然而熊哥又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再次的归来？轻轻的抚摸即将分娩的野猪，这次他又将会给农庄带来多少只野猪的幼崽？熊哥已回到农庄，虽然家里的房子改造已进入尾声，但是后续的费用却还差了一大截。这一切自己又将如何应对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嫂已在整理农庄附近的一片空地，她就在木薯园的旁边，自己要在离开之前将农庄的范围进行进一步的扩大。这里的土壤肥沃，遍布的灌木以及香蕉树幼苗太过于浪费，熊嫂将会重新的开发这里，并种植上经济的竹子，那样不但每年都可以采摘很多次竹笋，
并且宽大的叶子作为被烘干的包装材料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一个上午的持续劈砍，一整个斜坡的位置就已清理的差不多了。虽然已经很是劳累，但是熊嫂却并不能休息。今天的她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进行。劈砍上一棵新鲜的香蕉树，农庄中的猪群还在等待着喂食，猪食已经上锅。等待的时间还要将已经快要废弃的鸡舍进行重新的翻新和搭建。熊嫂要进行新一批鸡群的养殖了，毕竟只依靠留下的这几只老母鸡自行的孵化还是太慢。她将会在鸡舍重新的布置好后，直接的进行鸡苗的购买，切割出精细的竹片，这是用于固定捆绑的材料。鸡舍整体的搭建还算牢固，只需将防雨布重新的覆盖住棚顶即可翻新完成。当然，鸡舍内的铺设更加的重要，等到彻底的固定平整，熊嫂还要再倒入充足的稻糠，这些是让鸡苗保持温暖和环境干燥的必需品。缺少了母鸡妈妈的照顾，它们会很容易爆发传染性的疾病，所以适合的饲养环境直接决定了成活的几率。鸡舍已经完成，嗷嗷待哺的野猪群却又排着队的催促。放入切碎了的香蕉树和嫩叶，有了玉米粉的相互搅拌，不但量足，并且营养也是足够。连续的忙碌已经让熊嫂大汗淋漓，这足以见得在山林之中开拓出农庄的艰辛。正式的喂食，已经怀有身孕的雌性野猪很是霸道，它可以任意的去到任何一个食槽中进食，所有的野猪都不会和它发生冲突，这是种族延续的基因决定的。通过熊嫂的观察，它可能很快就会分娩。当然，一直被圈养在一起的10只野猪相对就要和谐许多，它们是同一窝生产并一起长大的。不知道等到新的野猪幼崽的诞生，它们会不会被直接的卖掉？猪群的喂食已经完成，熊嫂也该出发去购买鸡苗了。接近4个小时的路程，直到时间已经傍晚，熊嫂才赶到了交易的村庄。这次的自己要购买200只的鸡苗，这些小家伙并不是刚刚的出生，它们之中绝大多数都已长出了翅膀上的羽毛，而这也就意味着它们的适应性更强。不过为了保证成活，售卖的胖村花还是无偿的赠送给了熊嫂一些必要的药物，这些都可以有效的预防传染性疾病的发生。交易已经完成，然而已经完全黑暗的天空对于熊嫂一个女人来说，现在赶回农庄太过于危险。她会在当地的村民家中借住一晚。随着来福兴奋的上蹿下跳，熊嫂已带着购买的鸡苗再次的回到了农庄，全部的放入到翻新的鸡舍之中。看着小鸡仔们很是喜欢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，熊嫂也很是高兴。当然，小家伙们对于全新的环境也是充满了探知欲，它们的活跃程度表明了它们将会很容易存活。安装上水和食物，它们将会在3个月的精心照料下快速的长大。随着镜头的翻转，熊哥在老家翻盖的新房也已进入了尾声，现在就只剩下庭院中的地砖铺设了。此次的熊哥已掏空了所有的存款，足够气派的新房已几乎和当地的小康生活的家庭相同。熊哥全程的进行了监工，并且也一直在帮忙，在尽量提前工期的同时，自己也学习到了很多。这些对于日后农庄的打造都将大有裨益。然而，虽然新房搭建的很是气派，但是后续的装修等等，自己却是已经没有了来源。作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，熊哥又究竟该如何克服？温暖的阳光铺满了整片山林，熊哥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农庄。来福已经好久都没有看到熊哥了。此时的他也像个孩子一样依偎在熊哥的怀里，感受着主人的宠爱。这是熊嫂临行前就打磨好的玉米粉，为了尽量减轻熊哥的工作量，这些已足够农庄中的猪群吃上很多天了。终于是见到老朋友了。熊哥满眼宠溺地看着这些大家伙，他们可都是自己一点一点细心地喂养起来的。估计野猪们也是认出了真正的主人回来了吧。刚刚回来的熊哥还要巡视很多地方。老婆购买回来的200只鸡苗目前也是一切正常。当然，许久不见的老黄牛也要照顾到，将它们牵到牧草丰富的地方。劈砍上一棵香蕉树，一点点的切碎。熊哥要让黄牛母子好好的大吃一顿，因为这很可能就是这娘俩在自己农庄里的最后一餐了。熊哥准备将它们卖掉，虽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很是痛苦，但却也是无可奈何。老家的房子还需要资金的投入，不能仅仅只是一个空壳。熊哥蹲坐在旁边，一脸的惆怅。就让他们好好的吃吧。农庄中的野猪群还要继续细心的照顾。一大捆鲜嫩的香蕉树嫩芽，这些是野猪群晚饭前的小零食，直接的散落于地面。所有的野猪都已聚集了过来，它们喜欢这些营养丰富且多汁的新鲜树叶。捡起上2颗，10只被圈养着的小家伙也需要进食，它们会一点点的先将叶子吃掉，最后才会将叶茎吃完。它们是农庄的未来，这些野猪可以在以后的时间里为自己带来最大化的经济效益。轻轻的抚摸，这只雌性野猪已经怀有身孕，旁边的这头也是一样，不过它的分娩要至少晚上1个月的时间，已经濒临预产期的是这一头，它也是3个怀有身孕的雌性野猪中体型最大的一个。熊哥很是希望它能够多产下几只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太阳已经快要落山，熊哥也该为猪群制作今天的晚餐了。依然还是整根的香蕉树干，依然还是尽可能的精细切割，全部的倒入到已经煮开的锅中，持续的蒸煮会让其中的营养全部的充斥于汤之中。当然，为了让几只即将待产的母猪储存足够的体力，这一餐熊哥又特意的添加了红薯的秧苗，持续的搅拌，最后再加入调配好的玉米粉。这整整的一大锅将足够让每一只野猪吃饱吃好。这熟悉的场景，熊哥已经想念了很久。他也很感谢老婆将他们照顾得很好。忙碌的生活再次的开始，熊哥又将会如何继续的扩大自己的农庄呢？
熊熊燃烧的烈火，重新开垦的菜园，上一秒还是活蹦乱跳的老母鸡，下一秒却已被脱光了羽毛，露出了诱人的躯体。农庄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惬意。新一天的来临，成群的灵鸟盘旋于半空。临近冬季的时间，它们正准备迁徙，喂食一下农庄中的鸡群。依靠着自身的繁殖，现在的数量也已接近30来只。劈砍上一节树干，今天的熊哥要对农庄进行进一步的整理。然而就在熊哥继续搜索的过程中，确实发现了这一棵树足够的笔直且粗细刚好，手中的这一根瞬间就不香了，直接的丢掉。锋利的柴刀很快就能让小树顺山倒，劈砍下多余的杂枝，这是自己要为佛手瓜重新搭建瓜架的材料。转眼间，刚开始种植于猪棚下方的佛手瓜已经经历了1年时间的生长，很快它们就将结出喜人的果实。之前用毛竹搭建的花架已经腐烂，熊哥必须进行重新的建造，削割出尖头，用力的夯入到地面，多根树干的支撑足以承担起秧苗的重量。当然，之前的横梁依然可以重新的利用，毕竟它们的作用仅仅只是排列出框架。2个多小时的重新整理，花架的整体已经完成。将佛手瓜的秧苗从旁边的柚子树上解下，它们将会在新搭建的花架上开花结果。野猪们还在圈养的场地中嬉戏打闹，但是熊哥却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。之前开垦的菜园已经几乎废弃，熊哥将要对其进行重新的整理，将生长而出并已经晾晒干燥的杂草全部点燃。如此不但可以立刻的解决堆放的问题，并且其燃烧而剩下的草木灰也可以当做菜园的肥料。熊嫂在的时候并没有进行菜园的重新开园，毕竟她在承担起农庄的管理以外，偶尔的还要赶回去照顾家里的孩子。她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将燃烧的草木灰摊开，这样可以让土壤的养分被均匀的分配。重新的开垦，已经种植过好多次的菜园并不像第一次的开垦那样艰难，松软的土壤只需轻轻的翻动并重新的整理出垄沟即可。当然，由于风雨的长期侵蚀，用于隔离出空间的篱笆墙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损坏，熊哥还必须要对其进行再一次的加固。转眼间，2块的田垄的整理已经完毕，重新的接通灌溉的水源，先让每一寸的土壤吸收充足的水分，才能进行接下来的种植。2袋购买的菜种，这些已足够自己平时在农庄中的生活。这种略微偏红的菜种很像是香菜，它们是越南人必备的调味料，而这个装在小袋子之中的则很可能是青菜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此时的太阳已经快要落山，菜园的重新种植会在以后的时间陆续的进行。熊哥要栽种上好几种经济型的作物，随着阳光再次的照射进丛林，熊哥也来到了一棵100年的大树旁。今天的他想要为自己制作上一顿美食，毕竟这几天的忙碌也消耗了不少的体力。一棵还未成年的棕榈树，它还需要继续的生长才能取用它的树性。熊哥继续的向着更深处找寻，这一棵就很是不错。然而等到熊哥靠近，一整树的果实确实又让熊哥不忍心下手。它们自然的成熟后掉落于地面，这也就意味着这一棵的棕榈树就将会给森林带来无数棵的幼苗，而旁边的这一棵就刚好适合，足够粗壮的树干并且没有果实。没错，熊哥正是要割取其中的树形，它丰富的淀粉和营养含量是非常好的食物。当然，想要收取到内心并不容易，粗壮树干周边的多重保护至少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将其砍完。熊哥先将底部劈砍出了4周的缺口，然后再一片一片的将其拨开，终于是砍断了。鲜嫩的树心已经截取到了很大的一截，这些已足够自己吃上很长的时间。而还留在原地的树根，熊哥并没有进行彻底的毁坏，这也就意味着它们还会重新的生长出来。还好赶回的及时，刚到农庄的熊哥就迎来了暴风雨的来临。生上火，烧上水，利用玉米粒的诱惑，熊哥成功的抓到了一只老母鸡。自己的农庄又增多了200只左右的鸡群，所以即使现在自己每天吃上1只，那都已没有太大的问题。随着镜头的切换，原本还是活蹦乱跳的小家伙，此时已经褪去了一身的鸡毛，纯黄色的外皮表明了它的肉体足够的美味。今天的熊哥要做上一顿自己最为喜欢的快筋红烧鸡块，鸡肉全部的剁碎成小块，这满满的一篮子混合着鸡杂，真是感觉有点奢侈。架上锅，放入纯黄色的鸡油炼制，这样炸制出来的鸡油进行红烧才是最香的。鸡肉的蒸煮还需要时间，熊哥刚好可以利用这个间隙来将棕榈树心准备好，烧老的部分全部去掉，接着再分割出细长的小段。这样的珍馐可不是每个人想吃就能吃得到的，它可是世界3大健康食品之首。鸡肉的烧制已经差不多了，倒入切好的棕榈树心，添加上点山泉水，只需稍微的加上点盐，香气就已经穿透屏幕飘到了小编的鼻子里。晚饭正式的开动，金黄的汤汁才是原汤化原食的极品，蒸煮至软烂的棕榈树心也是香气四溢。漂亮的天空，安静的环境，这样的美好时刻会让所有的辛苦瞬间的烟消云散。等到老去，也许我就会选择去到这里吧。这里是野猪的分娩现场，刚刚出生的4只野猪幼崽还在努力的学习站立。第一次分娩的雌性野猪并没有经验，手动的将过长的脐带撕掉，否则这样极易造成细菌的感染。然而它们又究竟是否可以顺利的存活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刚刚在老家的新房子中和家人过完中秋节，这是从家里带回来的材料。今天的他将会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可以大幅度节省柴火的炉灶，而那也将意味着自己可以多省下点时间来进行农庄的打造。要先盘点一下还有哪些材料的剩余，精心的保存，让1袋水泥依然还可以正常的使用。
这是最为主要的。剩余的沙子也还有一些，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打造一个小的炉台确实已经足够。当然，还剩余下的一些红砖也再次的派上了用场。将所有的材料堆放到一起，熊哥就将把新的炉灶搭建在宽敞的前厅之中。原本生疏的瓦工技术，在自己重新改造新家的时候得到了提升。现在的熊哥已几乎可以构建出任何东西，切割出几根长短相同的钢条。只有了它们的加入，水泥才能更加的坚固并具有承重性。所有的材料都已准备完毕，在选定好的位置上，先用红砖摆放出想要搭建的轮廓和大小，接着再在内部平铺上砂浆，待其完全的干燥后，就是用于隔热的底层。然而别看新搭建的炉灶貌似很小，但是每一处的细节却是十足的专业。废弃的泡沫板比对好刚好的大小，切割掉多余的两边，利用巧妙的拼接即可将其做成用于隔空的木具，放于底层的正中间。为了让以后添置于炉内的木柴可以有摆放的位置，熊哥还需要借助木板来制作出延伸而出的空间，用砂浆填充满所有隔离出来的位置，需要固定的地方再用钢条镶嵌其中。当然，用于通风以及掉落炭灰的炉火口也需要用钢条填补出空缺。等到四边的红砖立起，炉灶的整体造型就已大致的确定，最后只需制作出大小刚好的台面即可完工。先用横竖各2根的钢条固定好形状，专业的拧钢丝技巧，这是熊哥搭建新房的时候和专业的师傅所学。等到固定完成，再将其重新的放置到搭建好的模具内，只要等到砂浆凝固，一个拥有足够承重的水泥板就可完成。当然，用于排烟的通风口以及燃烧聚热的炉口都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留，最后再用砂浆彻底的填充并修理平整。等到固定成型，新炉子的灶台也就将彻底的完工。看到如此精致的炉灶，不免的又让小编想起了小的时候。虽然人蹲坐在炉口前添柴烧火，但是心却早已飘到了客厅的电视前。不像现在人人都有手机，很是方便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新一天的阳光再次的洒满了大地。趁着早晨的凉爽，熊哥要将重新整理出的菜园移栽上秧苗，这是熊哥赶上最早的早市所购买的。虽然小编不认识具体的品种，但是从栽种需要间隔出不小的距离来看，应该会是不错的经济作物。一整个上午的时间，所有的秧苗都已栽种完全，撒上清凉的山泉，它们将会在肥沃的森林土壤中快速的成活。水泥板的凝固已经差不多了，熊哥也该进行炉灶的最后收尾了。将道具取下，规则的炉口和排烟口也已完美的成型，将其平整的安放于顶端，固定好四周，拆掉所有事先安放于其中的模板模具。如此的一个精致的炉灶，是不是又再次的让农庄的生活更加的接近于了正常人？随着新一天的来临，第一次将要做母亲的雌性野猪已经开始气喘吁吁，它正在努力的整理着猪舍中的一切，而这种种的迹象都在表明它即将分娩。熊哥观察到了它的异常，并且完全肿胀的奶水也已充分的说明，熊哥要做好提前的准备了。收拾上一些干燥的芭蕉树叶，尽量的让生产的环境更加舒适，将会有利于新生野猪幼崽的成活，并且野猪的生产也必须要求环境的安全。准妈妈正在自行的打造，其他的野猪也是围观在了猪圈的外围，它们能够嗅到相对应的气味。虽然平时因为抢食会偶尔的发生冲突，但是事关种族的延续，他们也全都非常关心。转眼黑暗已经笼罩上了农庄，直到凌晨的2点，熊哥必须要等到野猪幼崽安全的降生，才能安心的回去休息。再次的来到猪圈旁，此时的雌性野猪已经完成了分娩，一共是4个幼小的新生生命。此刻的它们才刚刚出生不久，身上的胎衣都还没有完全的脱落，它们正在努力的学习站立。虽然只有4只，但是这却是野猪妈妈的第一窝幼崽，所以熊哥能够理解数量为何如此之少。等到第2窝的时候，很可能就会一下子降生出10条。第一次做妈妈的野猪并没有什么经验，熊哥还需要做好产后的护理工作。幼崽身上的脐带还有很长，熊哥也是手动的进行了扯断，让脐带尽快的被吸收，将会增强小家伙的免疫力。熊哥在尽力的安抚着野猪妈妈的情绪，毕竟小家伙们用力的吸食奶水会让他感受到疼痛。持续的照顾，在幼崽们可以自主的找寻到奶水后，熊哥才安心的准备离开。只要可以安全的度过今夜，他们都将尽数的成活。随着山头的天空逐渐明亮，熊哥又该迎来新一天的工作。野猪幼崽的降生意味着自己又要做上一次超级奶爸，他要再次的伺候月子。门前自己种植的木瓜树果实还太小，熊哥要去山林中寻找完全长成的木瓜。月子餐对于奶水的产生有极强的促进作用，这也是农庄里每只雌性野猪生产完成后，熊哥都要为它们制作的特殊食物。今年的风调雨顺让每一棵木瓜树都很丰产，仅仅只是2棵树就收获到了满满的1杯毛。再次的回到农庄，月子餐进入了正式的制作环节。平时贵得要死的野生木瓜，在熊哥的农庄中只配给野猪当做食物，全部的切碎，倒入大锅之中，经过山泉水的蒸煮，它的口感将会得到彻底的提升。等到水开，再混合入玉米粉，翻滚至粘稠，才能让营养均衡。再次的查看一下野猪幼崽的情况，一整夜的奶水滋养已经让4只小家伙行动自如，它们看上去很活跃，而这也标志着它们已经完全的成活。等待猪食放粮的时间已经让猪群急不可耐了，它们徘徊在入口处，终于是开餐了。它们也因为新生命的降临而连带着吃上了一顿好的。不过有意思的一点却是，
熊嫂喂食的时候总是会出现抢食的情况，但是熊哥在喂食的时候，每头野猪却都表现得很有秩序。看来他们也都是个欺软怕硬的主。圈养着的10个兄弟姐妹也已经排好了长队，太过于美味的食物让他们显得异常的兴奋。不过也只是敢在熊哥的背后偷偷的搞小动作，只要熊哥转了身，也是一下子就全部都变成了乖宝宝。看着他们欢快的进食，熊哥很是开心。一起成年10只的野猪将会对于农庄的猪群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促进效果。当然，锅底最为浓稠的部分肯定要留给晋升为母亲的雌性野猪，这是熊哥单独开小灶的惯例。里面夹杂着的木瓜也会最大程度上促进乳腺的发育。4只小家伙还是有点害怕这样的场景，他们全都蜷缩在了一起。然而虽然猪群的喂食已经结束，但是熊哥却还是不能休息。200只的鸡群还需要喂食，这些小家伙在精心的照顾下已经肉眼可见的长大了不少。虽然养殖的过程中陆陆续续的也会夭折很多，但是这对于整体的影响并不大。熊哥期待着草鸡蛋的再次丰收。